按照出海的顺序，终于也是等到咱们的团宠乔巴了。其实 SHF 之前已经出过乔巴了，但是弹头岛的版本，不知道为啥会先出那一个啊。我之前也买了，但因为长得太可爱了，已经被送给亲戚家的小孩了。不得不感叹啊，乔巴真是全年龄段都喜欢的萌物。那终于这次出海的版本来了，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中，哪一位的出海过程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呢？我想肯定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啊，必须是乔巴的故事了。那么话不多说啊，咱们一边开箱一边来分享。开箱能看到啊，东西并不多啊，跟前几款一样，一个本体，几个面雕，加一点点独有的配件，以及一个路飞的面雕，然后就没有了。这个面雕就比较的微妙了，当然像开头一样当做追逐场景用也没有问题，但动画里的表情要比这个夸张的多，那是真的血盆大口。真正的用法则是还原官图的这个场景，也就是路飞寻找乔巴呼唤他的场景。可惜虽然乔巴深受那位庸医的影响，也想成为海贼，但胆怯又懦弱的他最终选择了拒绝。这种性格的产生源自于可怜的小乔巴的过往经历。青っ鼻だったからさ、あいつはいつでも群れの最後一人寂しく離れて歩いた生まれたての子供がだ。そしてある日悪魔の実を食っちまって奴はいよいよ化け物ある。それでも仲間が欲しかったんだね。今度は人として人里に降りた。銃だ、銃を持ってこい。後ろで化け物め、おい行け。何が悪いのかわからない。何を恨めばいいのかもわからない。ただ仲間が欲しかっただけなのに化け物と呼ばれる。もうトナカイでもない、人間でもない。あいつはね、そうやって一人で生きてきたんだ。说实话，当年在看海贼之前，从来是没有在意过乔巴的小鼻子到底是蓝色还是红色的。这么可爱的小驯鹿，你们怎么能对它这么狠呢？戴哥这次很贴心啊，竟然还给还原了半裸状态下的小乔巴，只不过这个头呢实在有点违和，实在是大头婴儿的既视感了。但是这个鹿角的比例又很大，看上去就有点像小屁孩在 cosplay，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违和感，尤其从后面看啊，真的是有一点奇怪。虽然动画里的乔巴光头的时候也很怪，但可以看到鹿角的位置是往下的，尺寸也不是那么的大，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大毛病了，该还原的还是还原的挺好的，包括那对可爱的小鹿耳朵啊，平时都藏在帽子里是看不见的，然后身体和头顶上的驯鹿毛以及乔巴的标志蓝鼻子都还原的非常的到位。再说这个形态也是难得一见啊，戴哥能给也算是不错了。当然良心的点也不止于此啊，谁能想到那么一个5短3粗的小身体上，戴哥竟然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可动。首先可以看到啊，脖子的内部是一个嵌套的大球冠，低头能向前接近30度，抬头也有不到30度的范围，这个体型算是做得很不错了。同样的，左右的摆动幅度也是差不多的幅度，毕竟是球冠嘛，360度的平转当然也是不在话下的。这个小手指根部也能看到啊，依然是做了轴球冠的连接，正常的前后转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肩部是一个转轴的关节，所以90度的平抬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根部的球冠都超过90度了，并且谁能想到啊，这里还嵌套了一个360度的平转关节。不过由于这个小手太短，所以所谓的曲肘也只有90度的幅度，不过这个关节倒是很紧啊。最后是这个可爱的小蹄子，不仅能上下翻折90度，并且还能360度旋转，蹄子下方还有肉垫的细节。接着我想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小乔巴是有弯腰的，戴哥在腹部和短裤之间做了一个球冠，可以看到不管是前后左右的哪个方向都有30度的活动范围，虽然拉到底会有一点缝隙，但这个一体性已经非常的好了。360度的腰部平转更是不在话下了，简直就是棒棒的。最后更让你没有想到的是啊，大腿根部还做了嵌套的球冠，短裤根部也能做30度的摆动范围，向后踢腿的范围甚至能超过60度，向前踢也有接近60度的范围，向侧面抬也有大概45度的幅度。最后虽然因为腿太短做不了屈膝，但腿和蹄子之间是通过斜插转轴关节连接的，大腿是可以转的，同时上下翻动蹄子也能达到向上60度以上，向后绷直脚背的水平。同时因为采用了这个结构啊，这个小蹄子是有非常不错的接地性的，是不是很意外啊？比不少大比例的家伙可动都要好一些呢。可以看到啊，刚刚展示可动的时候，乔巴也是戴着这顶粉红色帽子的。其实全剧里啊，乔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戴着帽子，虽然后期换成了飞行员帽，但前期一直都是这一顶礼帽，因为这顶帽子就和他可爱的名字托尼乔巴一样，
是从克是一位神奇的医生，他原是一位江洋大盗，但身患绝症，自知无药可救的他国家。即使他完全不懂医术，但在这个医生被当作资源囚禁的国家里，他能做的只有到处帮人免费看诊。当然，现实是不懂医术的他，别人的病也会被越看越重。乔巴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被他拯救的第一人。此后两人吃住同行，形影不离。希鲁鲁克带着这头小鹿做实验，炸飞、义诊、坑队友、吵架，他把他当做了一个人，甚至是亲人来看待。没错，这顶帽子乔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摘下来过。我本来以为帽子戴哥会用软胶随便敷衍一下，没想到戴哥做了一顶超大超厚的帽子。这个细节质感和涂装，说实话已经远超我的预期了。本来我以为就是个光溜溜的加个遗印而已啊，真没想到还给了细节纹理。不过替换就比较的麻烦了，需要整个换头才行，而且不是把头整个拔掉啊，而是把面雕前后都卸掉，剩下这个内部的装位，然后把这个可以戴帽子的替换头给换上，最后再把帽子给直接按插装插上就 OK 了。换上帽子后的小乔巴可就顺眼多了，这个还原度也是非常的高啊。海贼线的还原度我一直是不担心的，当然这次也给了替换的面雕，虽然戴帽子和不戴帽子都能用，但还是戴帽子的样子顺眼一点，所以就只展示了一下戴帽子的样子啊。首先普通的微笑脸不必多说，非常还原也很可爱。另外两张，一个是这个惊讶的搞怪脸，因为可以做的比例很大啊，所以细节做的是真的很不错，甚至还有流汗的细节。这个脸当然是还原开头路飞和山治追应急食品的场景，而另一张脸就是这个傲娇的笑脸了，也是非常的可爱啊。这个面雕应该就是配合娜美为了还原这一幕的。ありがとう。うるせえな。人間なんかにお礼を言われる筋合いはね。ふざけるなこの野郎が。ふざけんな。可惜手没有办法像动漫一样变长，实在摆不出这些可爱妖娆的小姿势。其实乔巴有特别多的表情啊，但估计做一个乔巴的表情成本不低，所以像流泪脸、害羞脸、愤怒脸啥的也没有多给，一共就只有这3个。像这个戳娜美手确认他海贼身份的场景，只能压低帽檐来还原了。海賊に興味あるの？这个惊慌失措的表情倒是惊恐脸很合适，小乔巴想出海却胆怯的小样子真的太可爱了。希鲁鲁克给乔巴种下了出海的种子，然而希鲁鲁克已经走了，没人能在后面推他一把。庸医死于自己的不治之症，当然也死于赶出乔巴后，乔巴误以为能包治百病，拼死与鹿群搏斗换来的独孤，更是死于在乔巴的心中。而今天的乔巴更是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展开了联斗，这是希鲁鲁克精神的最好传承，医者仁心，而医生为了人民。这种精神激励了小乔巴的出海，也让他认識了一群最可靠的伙伴。乔巴的出海是必然的，尽管还是会有扭捏。お前一緒に海賊やろうなあ。そりゃ海賊にはなりたいけど、俺は人間の仲間ではないんだぞ。化け物だし、俺なんかお前たちの仲間にはなれねえよ。だから不适应离别的库雷哈医生嘴上说着不允许小乔巴一起去，但当他拉起雪橇奔向海贼船的那一刻，库雷哈给希鲁鲁克的研究成果用礼炮打上了空中，用绚烂的雪樱花为乔巴送行。这一幕不管看多少遍都会让人动容，不仅仅是樱花的送行，还有为笨蛋儿子准备的行囊。戴哥这里也是把这个蓝色的小背包给还原了出来，背后是有插装的，两只手向后穿上，然后直接插到背后就 OK 了。背上背包戴上帽子的乔巴才是大家熟悉的完整状态，做的真的是非常的还原。但是因为配件都是实心的啊，有点过于重了，所以虽然小乔巴的小蹄子接地性很不错，但还是很难站稳的。所以戴哥还贴心的给了一个小支架，有2个小的连接件，一个可以弯折角度的，是可以直接装到身上的，不过装了背包的话，这个装位就已经被占用了。另一个就是一根普通的直装了，可以看到背包下方也预留了插口，就是为了在背背包的场景下使用的。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乔巴的所有内容物展示了。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的小乔巴做的如何呢？我个人觉得有2个比较难受的点啊，一个是我觉得比例稍微做大了一点，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的话，这样看显得大了一整圈。当然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头大了一点啊，帽子也大了一圈，身体比例倒是还 OK。另外就是表情少了，缺一个流泪脸，一个愤怒脸，能还原的场景真的是很局限，所以这次也就没有拍摄很多的照片。其他方面的话就没啥能吐槽的点了。好的，那么以上也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这样形式的玩具分享的话，记得一键3连关注 UP 主哦。长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下次再见喽。